神尊，请喝茶。神尊，神尊，手炉。今日多谢你。神尊，你谢我做什么？小仙今日可是威风的紧呢。神尊刚刚牵着我的手走出大殿，你可没看到那一众女仙的脸色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今日大殿上那么多事，你就只顾着看那些女神仙？术业有专攻，大事嘛是神尊这样的大人物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仙，大事不能参与，那就只能自己找乐子了。你倒是机灵。神尊，你忘了，我叫灵犀，机灵的灵，潮汐的汐，怎会不机灵啊？神尊，其实小仙一向都是这么机灵的，只不过过去神尊繁忙，我机灵的又不够明显，所以才没有察觉到。神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，还有，我也是到了天宫才知道，原来这天宫的神位竟然这么抢手啊！哦，除了侧神，还有斗神、爻神、穷神、床神、瘟神。穷神分为上穷神和下穷神，床神分为床公、床母，那瘟神就更厉害了，分为春夏秋冬四方瘟神，还有中间总管的中瘟神。怎么什么神位都有人抢啊？凡人常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，为了金银财宝，为了高官厚禄，抢来抢去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神尊，你位高权重，被人忌惮，也是寻常。你是在安慰本尊吗？不是，我是在安慰我自己。神尊被人污蔑，我气都快气死了。只可惜，我只是一个小仙，地位低，法力又弱，不然我一定要打爆天雷那老头，踹扁袁家那老太太，方可泄我心头之恨。神尊，你笑了，我第一次看你笑。你下去吧。神尊不用灵犀陪你聊天吗？那灵犀先走了。
今日大殿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可惜我不在殿上，可惜我位卑言轻，可惜我已是女儿身，可惜我法力低微。母亲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啊？我以为你只有九臣一个人。请母亲息怒。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母亲，有你大哥，有我们袁家，你就该放下对九臣那份心思，表明立场。母亲，既是战士，又怎能毫无伤亡？哥哥自成年便在神尊帐下，神尊对他器重有加。哥哥的死，不是神尊之过。不是他的错，难道还有他人吗？你也是军中部将，我天族战士哪有一次全军覆没，唯独主将独活，以至于神魂湮灭，骸骨无存。他九臣的命是命，我10万天兵的命就不是命，我儿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他以为龟缩在长生海，逃了5万年，就可以一笔勾销了。哼，妄想！你哥的仙宝可如云峰胡言那般染了魔气吗？母亲，天君也护不了他多时了，早晚他都会露出尾巴的。我告诉你，不许你再维护九臣了，否则你就不要再进我袁家的门。
源头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袁家传承数十万年，即与天地同寿。早在三皇时期，袁家的祖先就是天帝手中的一把利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克魔而死的袁家男儿数不胜数，这满门的尊严，数万年的荣耀，你都打算不要了吗？你都知道了。你我相识这么多年，你的为人，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心里。你内心的挣扎和矛盾，难道我还不了解吗？这封信可以证明神尊的清白。然后呢？神尊是清白了，可你们袁家呢？要像烈夷一族一样被发配到蛮荒之地，受人欺凌，永世不得翻身吗？你受得了？好，就算你受得了，你母亲呢？你族中的弟子呢？你袁氏一族的子孙后代呢？他们受得了吗？更何况，你如果那样做，就再也见不到神尊了。你不用这么看，我心里都清楚。源头，他是战神，一品正神，天尊弟子。他如果愿意解释，又何须证据？他不说，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袁家，保你兄长的身后名，保你袁家万年的基业和清明。因为他知道，结果他担得起，可你们袁家担不起。如何抉择，你自己选。为兄奉命剿魔，近日突感心神烦乱，煞心颇重。若为兄所料不错，怕是一时不察，着了魔族的算计，亦被魔所惑。若未来难以自持，为兄会请神尊动手解我之困，绝不做入没家风之事。这么说，众浩一族这次是无路可走了。国主已经对他们很恩慈了，这次天族插手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他们的本性是好的，先祖犯的错，不该算在他们头上。我不想重蹈覆辙。你代本君上个奏章，看能否在天君和战神处代为转还。君上慈悲，但为了众浩这件事情开罪天族，值得吗？众浩的先祖昔日也是战神的部族，九臣未必想置他于死地。退一万步，就算众浩当真要死，他的族人也不应该无辜受累呀。国主，臣知道了。
我这就去办。不急，你身体不好，此番奔波可有不适？谢谢国主关心，一切都好。还是要好好调养，修炼上的事不能急躁。你的境界一直停滞不前，想必跟你太过操劳有关。这件事情过去了，还是要好好休息，毕竟身体才是要紧的。是国主，臣知道了。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宝清，她这几天总念叨。臣稍后就去探望宝清公主。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国师也可以先回去好好歇着。臣明白。臣告退。国主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？本君没事，国师退下吧。国主也要好好调养身体。你再坚持一下，越过山灵界，我们就安全了。他们追上来了！抱着孩子，你先走。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你相信我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等着我啊！在那边，给我追！快走！那你小心点儿。你快走，保护好孩子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孩子，等着娘，娘去找你爹，很快就回来。难道锦绣骗了我？我的孩子还活着？为什么他们说的跟我的梦境是一样的呢？梦哪里做得了真啊？那些人也是在冤枉神尊。不要胡思乱想。哎呀，画错了。
天君还在苦恼九臣之事。九臣是本君看着长大的，他的品性如何，本君最为清楚。可现今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他，他却连一句都不愿意解释，这如何让天下信服？他不解释，自有他不解释的道理吧。唉，天君对他很是信任呐。本君只是对人心看得清楚罢了。这几万年来，战神之位空缺，人心浮动，过于急躁了。那天君是不想追究了？本君是可以不追究，但是别人并不一定这么想。哎呀，九臣想扛下此事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他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本君帮不了他。与此相比，还有让本君更为操心的事啊！幽都山的魔气又中了。哎呀！九臣在长生海沉睡了5万多年，忽然醒来，吞天兽封印自解，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不是巧合。自天地初开，神魔并存于世，已经斗了几十万年，互有损伤。这才刚刚过了些太平日子，如果魔君再次出世，腥风血雨恐怕会再次降临世间。那天君打算如何应对？查幽都山一战，本君可以不管，但是九臣醒过来的事情，是否与魔君有关联？此事，本君必须要知道。所有一切与魔有关、祸害苍生之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灵犀，你编什么呢？长生节。这哪是长生节啊？这也太丑了。我只看过，我没有编过。你会啊？嗯，当然会啊。那你教我。好呀。你看啊，要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看好了。嗯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编这个干什么？送人。哦，灵犀有心上人啦。你别瞎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看你脸红的。我那是热的。华言，你怎么变这么好啊？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你在哪个族？是神是仙，还是什么灵兽啊？我是人。人？对呀，凡人。我是自己修习才来的天宫的。那你在凡间的时候是做什么的？我生在宫里。宫？皇宫？你是公主啊？不是。听他们说，我是侍卫和宫女私通生下来的。皇后没有要了我的命，觉得我可怜，我就在宫里活了下来。这皇宫这么好，你为何要到天上来啊？皇宫哪里好了？终日要伺候别人，还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。好在后来我遇见了我师父。我师父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教我修习，传我仙法。于是我就抛弃了一切凡尘俗世的牵绊，来到灵山中修炼。然后又过去了3000年，我终于从地仙修成了天仙，这才来了咱们天宫，来了咱们福云殿呢。
然后啊，然后继续伺候人。啊，华言，你看看你，你没日没夜的修习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从一个宫殿修到了另一个宫殿，从伺候凡人修到了伺候仙人？你以前在凡间编长生节，现在在天上编长生节，又有何不同啊？你们凡人真是爱折腾。当然不同了。以前我只有不到100年的寿命，但是现在我可以活上1000年万年，然后我就可以1000年万年的伺候人。啊，这么快就编好了？嗯，谢谢你，我走了。哎。你挡我干嘛？起开，挡得住吗你？起开！紫灵香悟道茶、翠玉参百事，这么多东西都没了，怎么不拿牌子去取啊？站在这儿干嘛？今天谁轮值？是百姓。人呢？说是家中有事，告假回家了。那你就不会去吗？13姐，几个大殿我们都连跑了5、6趟了，可那些小仙不是推脱没有，就是管事不在。你是不知道，咱们浮云殿现在有多不受人待见，到处遭人白眼不说，还要受人冷嘲热讽。混账！哪个大嘴巴告诉你的？我去打碎他的！我打！13，你也做了5万年的女人了，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打碎别人的？啊！我去吧。算了，分我一半，我也去吧。都说神仙清心寡欲的，怎么看着比程燕那只千面狐狸变脸都快？当初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到浮云殿巴结，这才有点风言风语，就翻脸不认人，当真是可恶！看你往那跑！哎，这位姐姐，这位姐姐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只应该是凡间的小狗吧？没错。若是咱们天宫的神犬，又岂会这般无用？那既然是凡间的小狗，怎么会在天上啊？你又为何要把它放在肉桶中？是万灵院的小青鸾贪玩，跑到了凡间，正巧碰到这只小白狗，戏耍之后，索性给带了回来。谁知道这凡间的狗也太不中用了，飞到天上吓了个半死，带到万灵院又受不住神兽的威压，索性啊，我就把它放到万灵院充当神兽的口粮吧，能在神兽肚子里过一遭，也算是它的造化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就算在天君的肚子里过一遭，那也算不上什么造化呀。这样，你给我，我来养，拿走便是。
好了，他很皮的。多谢仙子。下次店里再缺什么，由我前去。是，我看他谁还敢欺负我们。哎呀，东西取回来便好，你又何须与他们置气啊？哟，这是哪来的神犬？怎么毫无灵气？我们可是凡间的家犬，当然没有灵气。哎呦，瞧瞧这生的，又瘦又小，这要是拔了毛，恐怕是见不到多少肉了。你要干嘛？不拔毛怎么吃啊？我好不容易把它从神兽口中救出来，就是为了好生照顾它，不是为了让你吃的。你给我离它远点儿。嘿，我堂堂一个上仙，区区凡俗家犬，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口？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跟它亲近亲近。不碰就不碰呗。谁稀罕？小白呢？毛多，肉少，不爽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给我吃了？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还我小白！还我小白！小白？谁是小白啊？就是那只凡间小兽啊！小兽？哎呀，谁吃它了？啊！你再让我睡一会儿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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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尊，这是何物？这是一只普通的凡间家犬。既是凡间生灵，为何会出现在五福云殿？万灵院的小青鸾贪玩抓了上来，它本来是要被充作神兽的口粮的，我看它可怜，就讨了回来。你要在福云殿中饲养它？神尊不许吗？你若要养，就自己负责好。谢神尊。那小仙告退。对了，神尊，最近天宫的风言风语，我是不会信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神仙。华言，这根线是从哪里穿过去的啊？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吗？可是我就是按照你教我的穿的呀，怎么看起来歪歪的？拿来我看看。你看啊，你这上面就已经穿错了，这下面怎么会正呢？哎，我不是已经给你编好了一个吗？我要自己学。你就学成这样啊？哎，13，你来看看灵犀这编的都是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这不是解开了吗？你干什么啊？
不是让我解开吗？我辛辛苦苦编了1个上午的，好不容易成型的。这是什么呀？长生结。哎，我好歹也去过凡间的，你这哪里是什么长生结？你这明明就是随手团了个长生疙瘩。你懂什么？这天底下比这好看的长生结多了去了，可是有我灵犀亲手编制的长生结，仅此一个，意义非凡。难看？难看怎么了？送礼最重要的就是心意，心意你懂不懂？我说了你也不懂。啊，走了，干活去了。华言走了。哎，这你难看就是难看嘛，你那最多就是个长生线团、长生疙瘩，你狡辩也没用。心意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林夕，快来帮我一下！来啦！林夕，你快点儿！小白，我不管你了啊。小仙知错了。小白，他灵智未开，不懂规矩。小仙作为他的主人，没能照顾好他，便如何？便应该替他受罚。神尊，你就责罚小仙吧。接下来1个月，罚你每日来大殿清洁打扫。是，小仙一定。小仙不许使用法术。啊！不准偷懒。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神尊你的长生结啊，我找到了。这个是假的，本尊要的不是这个。神尊，你的那枚真的丢了，小仙都快把整个浮云殿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，神尊你就饶了小仙吧。这怎么不一样了？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小白，你呀，你可真厉害！你竟敢在神尊的鞋上撒尿！